Want to speak Chinese more naturally and confidently? If you are trying to get fluent in Chinese,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In today's lesson, we are diving into a super useful topic, house hunting in Chinese. I'll show you how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alk about renting a house, teach you key Chinese vocabulary, and help you boost you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m a native Chinese teacher with 15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I believe the best way to speak Chinese fluently is through real, immersive learning. That's why I'll speak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with subtitles to help you follow along. After you finish,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Ready? Let's dive in.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可能会发现最近这几集的节目少了中文拼音和多国语言字幕。这是因为我们家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我忙到没有时间处理拼音和字幕。但是我保证一定会找时间加上中文拼音和字幕。如果你还没订阅频道，我建议你可以先订阅，过几天再回来看看。我们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房东原本几个月前说好要续约，但是后来忽然改变主意，因为他想把房子卖掉。房东是房子的主人，租房子的人叫做房客，所以我跟我的家人就是房客。续约的意思是在原本合约到期后，再重新签一份新的合约。不管是租房子、办手机，还是商业合作，只要是延长合约，都可以用续约这个词。因为房东突然反悔，我们只好赶快找房子签约，并准备搬家。找房子的时候，除了房子的大小、地点和屋龄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房租。屋龄是指房子的年龄，像屋龄超过20年的房子，我们会叫它中古屋。房租也可以说是租金，就是每个月要给房东的钱。一般来说，屋龄越老的房子，房租会比较便宜；越新的房子，房租就会比较贵。房子的地点也会影响房租的价格。像台北、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房子，房租通常会比小城市或乡下贵很多。后来我们透过房仲，马不停蹄的在1个星期内看了10几间房子，希望能赶在1个月内搬家。房仲是房屋中介的简称，只帮忙找房子、
买房子或卖房子的人跟公司。在台湾，人们说房仲；在中国大陆，人们比较常说房地产中介或房屋中介。找到满意的房子以后，我们签约的时候也要付仲介费，这是给房仲的费用。在台湾，法律规定仲介费最多只能收1个半月的房租，通常由房东和房客一起负担。房仲可能会跟房东收1个月的租金，跟房客收半个月的租金，当作仲介费。有些房东为了省钱，不想付仲介费，就会自己刊登广告找房客，不透过房仲。但是在台湾和中国都发生过很多租屋诈骗事件，所以透过有信誉的房仲租房子会比较安全。我们最后很幸运找到一间在市中心的公寓，生活机能非常好，房租也不算贵，房东还非常亲切。生活机能的意思是，你住的地方附近有超市、百货公司、餐厅、学校、公园、医院等各种生活中必须的设施或服务。如果在一个地点，这些设施都很齐全，就可以说它的生活机能很好。这样的地点很受欢迎，不过房价、地价跟房租也会比较高。房价是指房子的价格，地价是指土地的价格。签完约以后，我们付了仲介费给房仲，也付了押金给房东，就可以安心的准备搬家了。租房子的时候有3个常见又重要的费用。第一是刚才提到的租金，也就是每个月要交的房租。第二是押金，这是租房子的时候给房东的保证金。如果房客不交租金或破坏房子，房东就可以从押金里面扣钱。第三是定金，这个词比较特别，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定金是房客看房的时候，先付一笔钱给房东，承诺会租这间房子，请房东不要租给别人。定金的金额在台湾并没有特别的法律规定，但是在中国法律有规定，最多只能收租金的20%作为定金。无论是在台湾还是中国，定金都有法律效力。如果房客付了定金，签约以前却反悔不租了，房东可以不退定金。但是如果房东收了定金又反悔，那他
必须退还2倍的定金给房客。台湾因为地小人多，租屋市场的竞争很激烈，特别是在台北，好房子一下子就会被租走，所以很多人看到喜欢的房子会立刻付定金给房东，免得被别人先租走。在你的国家，租房子的时候也有定金这种制度吗？我很好奇，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我很乐意为你解答。I hope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from my new Speak Chinese with Elena series. I create these casual, real-life lessons to make learning Mandarin more fun and useful in everyday life. If you'd like extra study resources to save time and review this lesson more easily,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And if you found this lesson helpful, don't stop here. Click the playlist to discover more episodes just like this one. I'll see you there.